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蔡宜瑜，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大罢免明天在基隆这一区呢就要先排，好不好？到底是不是因为这2天还在讲从3000份是不是让500份？但是你听到国民党一些朋友就讲说，照李佩常的说法，应该早过了啦，好不好？大家就去打第3阶，那也不要再扭捏作态，就直接直球对决吧。但是明天正式先排，还有人要看的是那个数字会到几趴。如果真的有过，那会到几趴？真的会这样吗？可是接下来呢？接下来有很多人会担心，好，包括罢团的人会担心说，接下来会不会有所谓的冷却期？因为中间要查核啦，所有这些。但中间也有人讲说，不用担心，因为一定会有人添柴加火的在那个里头。但我不知道这几天，那因为这几天立法院还是一直不断的，包括有质询啦，有一些法案，那包括翁小玲委员，包括黄章总召在过程当中一发言也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些讨论，譬如说，那国安简报，是不是总统说要让在野党主席分享国安简报？那国安汇报可不可以直播？好，黄章希望机密以外要直播。那翁小玲委员那讲到包括预算被删的这一件，这算不算另外一种添加财货？先让你看一下翁小玲委员在执行上面相关的一些说法。来，三餐的膳不是我们这样讲。今天我们要解冻的是什么费用？是厨师的费用吗？聘厨师的费用，你们自己报告书上面写得很清楚啊，每个月差不多8万多块钱，聘厨师的费用，这个跟伙食费不一样啊。您说话有没有这个逻辑太跳跃了？我们伙食费没有删，没有冻结，就算是今天没有厨师去煮饭给阿兵哥吃，还是可以对外买水饺、买便当、买麦当劳吧？跟委员报告，不会让阿兵哥饿到肚子嘛，对不对？医生是，其实在野党委员都蛮喜欢提麦当劳的，对，对不对？因为可以附大份薯条，这样期改提案的，加大薯条。对，但翁小玲这个为什么在网络上面被延上成这样？这要问我了，我做过外送，我非常清楚啊。感谢翁小玲啊，帮我们外送员增加一个福利啊，可以直送总统府，宪兵可以吃我们的外送，当然是不可以。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个我要讲的，翁小玲这叫喜有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今有翁太后那个何不叫外送？为什么不能叫外送？你知道伙食费一个阿兵哥一个月有多少吗？3400块，还是因为赖清德上任之后觉得阿兵哥的伙食不够好，还增加了400多块之后才有3400块，一天100块，叫一份麦当劳一天就没了。你一天有3餐呢，他一天一餐只能30-40块，你叫所以阿兵哥如果叫外送的话，这个伙食费1个礼拜吃完，那剩下3个礼拜要怎么办？还是一天只吃1餐的麦当劳，而且只能吃早餐，因为早餐的麦当劳比较便宜。不行这样做嘛。所以伙食费根本不够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有厨师？因为团膳，因为大量采购这些伙食的这个材料，它会压低这个价格嘛。而且他们可以跟其他的营区一起来合伙嘛。合伙的话，降低这个食材的价格之后，厨师来煮饭，团膳当然是会比较便宜，所以钱不够。第二个。阿兵哥有在叫外送的，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野营的时候能够叫到小蜜蜂就已经不错了，还可以打电话说，我要一份那个肯德基炸鸡，不要一直讲麦当劳，不可能嘛。所以执勤的期间，阿兵哥根本不能叫外送。第三个还有食安跟国安的问题嘛。我在想，刚才还问说，我如果骑摩托车叫外送，摩托车要停在哪里？总统府都是禁制区，不能随意停车的。那这个外送的食材要放在哪里？我要放在门口，以后总统府外面要摆一张桌子，让我们送到外送的时候放在那边吗？然后等他出来拿吗？这样能看吗？国家的门面呢？所以有国安的问题嘛，还有食安的问题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些食物外送员送来？我不是怀疑外送员，如果要渗透这些食物，如果被添加了什么东西，我们怎么知道它安不安全？这些阿兵哥、这些宪兵要保护国家元首安全的人，他会不会因为吃了肚子痛或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得到保
障嘛。所以包含这些国安、食安，我不能叫外送，跟所谓的材料的这个费用的问题，都是不可能去成型的。这表示你翁小玲，你连自己冻结的预算，它造成的影响，你都不去在乎嘛？为什么何志伟特别说，你如果冻结预算，我们没有这个厨师来做这个团膳给阿兵哥吃的时候，会让他们下个月可能就没饭吃嘛？这个东西叫做影响嘛。如果一个立法委员在冻结预算的时候都不考虑他的影响，那你冻结干什么？所以整个国民党在冻结预算，难怪啊，林俊宪委员说啊，那个大罢免治百病啊，虽然这几天交通部、速发部跟公共工程委员会已经全数解冻，这要感谢国民党，我们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他说啊，这个叫做大罢免治百病，而治什么病呢？叫半米下西龟缓解。这要讲到我们的花莲傅昆萁花莲王了，他直接跟交通部长讲啊，说你为什么3个月才送过来？傅昆萁，难道你忘记了吗？你们当初连立法院煽动预算删了多少钱，都要行政院先帮你们算完。2月份的时候，行政院还送了复议案，3月12号总统才公告这个叫法定的预算哦。而冻结预算要解冻，每一个冻结案都有它的条件，解冻条件，你要符合它的解冻条件。有些是说啊，比如说你要用了多少钱之后不够，你才提这个解冻案，我必须达到这个解冻条件，我才可以送到立法院让立法委员审嘛。所以你傅昆萁只说交通部，你为什么3个月这么晚才送过来？你就根本不懂得，你当初提这个案的时候，你的冻结条件到底是什么嘛？所有的立法委员，你们可以不守规矩，但是所有的行政院、所有的公务人员必须遵照着你们立法院定的规矩来提这些相关的解冻案嘛。所以这叫半米假西龟缓解，因为当初冻结了你们，现在嫌弃说你们太晚送冻结的也是你们。这个为什么？因为大罢免已经形成一个浪潮了，他们要把所有冻结预算的责任又是算给民进党嘛。四方包神不打洞，所有事情怪给民进党嘛，都是按呢，所以他们怕了大罢免，所以要把冻结预算的责任算给民进党。这个就是他们今天在立法院质询相关的冻结预算的解冻案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操作的目的。而且这个东西我要讲的是说，大罢免当然是一个让国民党可以解冻预算的一个要素，另外一个当然是赖清德有递出这个相关的橄榄枝嘛，希望能够进行国安报告。而这个国安报告当然有框架，当然有它的前提条件。为什么呢？因为总统他就不是随便的一个人，他就必须受到宪法框架的一个约束，所以他已经释出他的善意，他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希望用国安报告的形式，让两党的党主席可以进来总统府一起来商谈国事嘛。这个就是框架。黄国昌，什么叫做没有前提？什么叫做没有框架？没有一个总统可以在没有前提、没有框架的时候去跟人家谈任何事情，因为总统就是被宪法所规范的范围。而行政立法相关的问题，你要谈内政问题啊，要谈预算问题啊，要谈其他问题，行政立法本身就有沟通协调的机制，应该透过这个机制嘛。所以赖清德已经展现他的诚意，愿意跟两党主席坐下来谈，透过国安报告这个机制。但是你黄国昌重视了什么？黄国昌还是重视他的声量啊，黄国昌还是重视他的流量啊，他直播国安报告，你直播。当初叶元之在审国防部预算的时候去开直播，就被我们骂得要死了。你叫赖清德跟你们两党主席做国安报告，还开直播，这个国防的机密、国安的机密，不就是老共一下子都知道了吗？所以他完全不在乎的是整个国家安全，或者是朝野和谐的事情。黄国昌脑袋想的就是如何创造他自己个人的声量跟流量。OK，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翁小玲委员最近的一连串一些发言，明显你要一次做相关一些的回应。来，一宇，我们先来看，因为包括大家讲好，那在台湾是不是正式进入了非核家园？那包括左院长讲说，一定是无缝接轨，不会有那个用电绝对不会有疑虑啦，或什么类似这些。但翁小玲委员有讲说，怎么会？他觉得短时间里面一定会大停电。
但是加了一个说对蓝委有利，这些为什么在过程当中也被大家讨论那么多？当然，翁小玲他这个讲法说，哦，台湾如果停电的话，那就变成说蓝白就可以又去制造说，哦，台湾的能源政策有问题，所以他们认为说这对他们接下来面对大罢免有利。这个是翁小玲他这样的讲法，但是这种讲法很明显就是说，他们只顾政治，并不顾台湾整体的这个能源的一个发展。那我们想到这一次，由民众党黄国昌跟张基凯提案，说要核三是否要延役，这件事情要付诸公投，8月23要大家来投票。这件事情让我们非常的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说台湾进入就是除役的核能电厂有核1、核2、核3，那核1、核2都是提前除役。为什么会提前除役呢？就是因为当时核1、核2他们没有所谓的干式储藏厂，干式这个高阶核废料的干式储存厂，那新北市政府也不发嘛，核1侯友宜从朱立伦到侯友宜就挡了13次，在核2厂挡了10次，所以他们没有干式储存厂的情况之下，过去就是大家这个燃料棒他就使用完后他就放在他的燃料池，就把燃料池这个地方就把它当做干式储存厂，就把它放在那边。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投机的做法，但是这个投机的做法却一直累积到核1、核2，后来它的燃料池放这些燃料棒也都放满了，所以核2厂甚至提早的半年就除役了。那核3厂一样，我跟台电也去对过说，以目前核3厂的一个状况呢，它的干式储存厂大概只剩下13%可以放燃料棒，这13%差不多也在坑偌久，就是存差不多3档，你较济嘛4档。OK。核3厂的一个状况呢，它的干式储存厂大概只剩下13%可以放燃料棒，这13%差不多也在坑偌久，就是存差不多3档，你较济嘛4档。OK，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没有干式储存厂，那只能在里面放这一个把燃料棒继续放在燃料池的这种状况之下，也是展延3年。所以这一次黄国昌、张基凯所提案的这样的一个公投，就是让核3再展延3年。那如果以台湾整体的能源布局、能源发展的话，这3年就让你这3年再使用核能有意义吗？是没有意义的啊。那除非说未来我们有没有办法发展新的能源，或者是我们的再生能源能不能再有更大的一些突破，这个都是我们大家一起在努力在做整个能源的布局。但是看起来蓝白他们联手通过的这样的一个公投，很明显就是在做政治操作。那我今天呢在来节目前，我也是刚处理完经济部以及国发会的这个预算解冻案，那都顺利的解冻。那我就感受到我们在处理解冻案的时候，因为处理解冻案前要先做一个专题报告嘛，那专题报告就要质询。那质询的时候，国民党都有来，都有来质询，因为大家都会利用质询时间跟这个机关首长做一些对话，质询有来，但是解冻案的时候，拍谁都没来，解冻案的时候没有来。那为什么解冻案的时候没有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再去讲说我对解冻案我有意见，然后我甚至说我要这个阻挡解冻案被我们通过。所以我在处理解冻案的时候，事实上非常顺因为就只有民进党的。你觉得就是因为罢免的关系，像林俊宪委员讲，罢免治百病。是啊，这垮起来的是说大罢免就是治百病嘛。你说在这个时候解冻案明显的。国民党不想在此时因为解冻案，因为他们当时设定的一些解冻条件都是很莫名其妙的。如果他要再继续拘泥于他那些解冻条件的文字的话，根本连达成都没有办法达成。那何况何论说你要怎么完成解冻？所以看起来国民党就是在这个预算的这一个战场，他们就想要脱离，就是说这目前面对大罢免，我再讲预算的话，会让百姓有感。那个百姓有感呢？黄国昌说的要煽到人民很有感，煽到人民很有感，受伤的不是民进党，受伤的是现在要被大罢免的国民党立委啊。来，明贤。第一个大罢免治百病嘛，你会发现可能接下来就国民党在解冻案上面这样的一些表现，在民进党的委员现在不断的讲，这叫大罢免治百病，是因为怕如果再党那个仇恨值再堆加，会变成这样，真的是大罢免治百病吗？如果照讲说，接下来本来应该是进入冷却期，但是包括翁小玲委员讲的，刚才131开始所讲的，包括要不要买麦当劳啦，这样有没有广告嫌疑啊？
还是不是应该付广告费？哎呦，日本最近很红，那个没有那个不一样，日本都不一样，他们是为了那个娃娃。吉考啊，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我们在讨论不是我没有把你弄偏了吗？这些翁小玲的这些发言是真的，国民党里面有没有人要沟通看看？就我觉得翁巧玲委员，他从学界进入政界了，是啊，过去的从政经历是 NCC 了，我觉得他比较少政治性格，比较学者性格了。然后像他昨天的质询就针对202就说那个膳食费的问题，然后202的伙食费是编在国防部嘛，他其实在质询的时候前面没有问题哦啊，对啊，他前面其实没有，他的意思在解释我们删什么是不是没有影响到什么，他后面加了那段，大家就意思开始出现的时候，公堂之上气氛太紧张了，有时候讲个笑话缓和一下气氛。原来是要讲笑话，OK， 没有了。阿兵哥吃麦当劳，我当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吃鸡排，可能要偷翻墙出去，可能造腿，有时候没被抓到，没有那么强抢高，有时候我们去夜巡出去的时候会帮替班兵排兵买一下那个鸡排珍珠奶茶，没有啦，我就吃麦当劳。如果这个创意国防部愿意的话，加菜也可以啦。可是那202真的很超啦啊！他只是要澄清说那个没有说像何志伟讲的说要断吹了啦，这样就好了啦。后面那个真的讲我觉得多余了，没有必要讲了，没有必要。那个讲了当然会，翁老师过去没有当过兵嘛，所以有时候他也，我觉得那一段不好啦，那一段不应该讲啦，讲了会，我觉得会那个会。而且明显你知道那段讲出来，翁委员我们持平讲，就像刚刚明显讲，前面那段基本上他是在澄清啦，对嘛？那你就一路澄清，其实这个议题它是可以压着一直往下打的。对啊，后面就是不要讲。现在你照人家那个大罢免的过程，巴不得都不要有柴火，你没事压这个干什么呢？我同意啦，就是在讲停电那个停电，他也说能源结构配比有问题啦，你看这么用电高峰即将来了，有可能大跳电呢，你民党怎么办？不要讲后面那一句嘛，对蓝委有利，在这个有一些话放在心里面就好了啦，不要讲出来，是不是？你先教你一招，你跟黄进平合购机票，让翁小玲出国。这个我觉得那个就说有些话讲了真的讲过头了啦，没有必要啦。那句话放在心里面，或放在那个一语心里面也可以啦。像刚刚讲。蔡英文委员柯林选管定位所以他未来我觉得他对于能源配比也很重要啊，你不能说推给说那就是在野党一定是蓝绿或说什么那个。我们都说能源配比很重要啊，你不要讲说什么罢免治再生能源有更新的突破啊。别讲给哪里说公投就是有，但是这个公投就针对性嘛，因为你针对屏东核三的一个重启，那为什么核一核二不要呢？所有核能演绎你们的题目就不是这样啊，你们就是。核三啊，所以这个就是针对性了嘛。因为过去较甘特的都针对核三，我屏东嘛，还住在阮遐，我好够大着的说核电厂相关的距离都要。我讲，同时也能讲嘛，核能可以演绎的话，是替台湾解开紧箍咒，这好代志是像。你讲同时也拿呀，没有嘛？他也是一个民间人士嘛。我觉得这个该讲清楚，删跟冻结是不一样的。删代表我对这个预算是有意见的，我认为不应该编那么多，有浪费私语。那至于说冻结，是我对这个预算有疑虑，你只要来报告合理之后就可以解冻了。譬如说针对那个总统府的膳食费，你要解释啊。譬如说针对翁小玲对国安那个，他说你来解释啊 ，OK 啊。但不是说报告写的不是说说什么国安会的报告看极光看那一些没有啦，就说。报告怎么样你来解释100万我就给你解冻。我譬如说解冻冻结案是对预算内容有议题而已。我觉得民党是这样的，欧龙谁的？他每次说，第一个他把这个责任又推给在野党第二个他反手又在反杀那个地方冻结那个地方的补助款，25%这个影响很大。我觉得一宇如果要当县长，未来这个部分，我觉得你还是得应该是就是蓝白的县市要砍他的补助款民进党的不应该砍，全部都砍，因为是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全部25%呢？25%对啊，所以这个错误我也反对啊，我对黄国昌为什么当初统三交给行政院直接去公平处理嘛？你可以说设定条件，蓝营的县市长绝对不能统三，你也可以设定这个条件啊。当初立法院自己删的非常不认真，结果用统三的预算送到行政院，行政院只好公平对待每个县市，不是吗？行政院这是统三27%，你怎么抬了？所以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像我们民进党，我们执政的就是不能删嘛。像砍最多的，砍最多的是屏东，再来是高
他就是希望中央的金额，他就希望中央没有预算，这是国民党的想法，所以他去删这些预算。所以像台北市也卖给我抬了，台北市就是爱抬，因为他就是反对嘛，你反对中央有钱，那中央没有钱，当然没办法补助地方，所以台北、新北啊、台中啊，这个当然就是要删了。桃园呢，然后台中、台南哦，台中哈嘛，像高雄、台南哦就不能删，因为我们都支持中央预算啊。卓院长对您蓝营太好了啦，对啊，太好了啦，公平起见啊，对您蓝营的立委，国民党都给我们来，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来，因为当时整个大罢免会这么风起云涌。其中几个原因啦，你说包括那个当时在罢团口中叫扩权法案，你一直到年底那个预算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在解冻案的那个时候过程当中会变成各方瞩目，也造成了如果你照刚一瑜口中讲出来的事，好了，一瑜只是嘴巴没这样讲，我就看你们敢不敢再挡，结果我顺到不行，所以他们才会加那几个词。可是现在我刚刚讲对国民党的委员，就是我现在是过与不过之间。切身千万难，好像我都占不到好处，是这样吗？再往下走，就是刚刚讲那个删地方预算、地方补助款的问题。然后现在大家就因为当时那在立法院删了行政院600多亿，反正你去弄25%，行政就去砍地方。现在大家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是这样吗？连一瑜对砍那个也不满意，他觉得绿营的执政其实都不该砍他。是啊，我们支持中央要有预算啊，中央有钱就能补助地方啊，你把它砍掉的，中央没有钱，当然要砍国民党的执政县市啊。来，姚明，其实我觉得在野党要学习这一次的经验。什么叫经验哦？我觉得政院还是比较聪明。怎么讲？像你砍我预算，对不对？对。黄国昌或者说傅昆萁，他们说你钱就不可以拿去买网军、养侧翼什么乱花可是呢，对于执政者来讲我必要花费我不会影响，但是我会影响什么？比如说我举刚刚讲那个2111或2020他们的伙食费的问题他讲的这叫做厨师嘛。其实当初在冻结不是冻结厨师费用，那个名目叫业务费。可是业务费呢，那时候总统府呢拿出来的理由是说，因为你动我业务费，会影响到水电费的缴纳，以及厨师这些都是含在里面，我在运用上面会有困难。因为最早是这几天何志伟副秘书长，他出来讲说，那已经快没有钱了，那官兵都没有办法吃饭了。对，好，所以我要厘清的就是说，当今天总统府比如说假设我冻结了50%，我还有50%，我怎么配置的问题。我也可以，我有的50%，我厨师12个月，我照样把它保留啊，不影响大家吃喝的这个部分啊。我也可以，我有的50%，我厨师12个月，我照样把它保留啊，不影响大家吃喝的这个部分啊。你这个厨师不给他水电也没有用。不，可以啦，万一水工，我先确保水电这些这一部分，这个叫做生活必须的，我要把它确保住。后面我再跟立法院争取解冻，因为冻结不是删除嘛。好，所以我讲说冻结这一块，我说。这个叫做行政部门的裁量权，他就拿这个部分说，你看，因为你冻结我1半，所以我厨师只能去聘半年，然后呢，我水电费剩半年的份。所以我马上现在已经5月了过2个月，就6月到了，对，马上就要到了嘛。而且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因为你们当时冻成这样子，所以你看，连这么重要总统府的两政两营，然后这些连宪兵的都没有，他就这样嘛。那个是总统府的，还是比较小的。那讲到行政院的，是因为刚刚那个一瑜拿的那一份，那个叫统3的那一个，因为统3你不管怎么样，我这边删了你200多亿。你要给我加到900多亿，所以还有600多亿的这个差额，你自己砍。对，好，那行政院我盘点一下，砍地方补助最快就这样啊，一个县市几十亿，20几个县市加起来就200-300亿，我一次就把这个额度补了一部分，而且呢，我还可以说是蓝白砍我们的总预算，才导致这个现象。对于明年2026选举，到时候地方就可以很好宣传说，我们什么建设、什么补助延迟什么哪个东西不能动，都是因为去年的总预算在删减的时候呢，蓝白砍的啦。现在
在没有一个解冻案被挡。杨明，那简单的说，所以这一次过程当中，当过了30席，甚或到明天会不会变31席的时候，对那些蓝委来讲的话，那个压力真的如山大，是真的。所以到了立法院的时候，像这些可能再把仇恨人堆的，算了吧，过了吧。其实就这样吗？其实主要是因为不只是罢免的压力，是因为现在的氛围是会过的压力。我要把我的仇恨值降低。OK，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才是在野党现在这些立委在这个部分全部退守。就是把这个战场赶快清掉，赶快弃守哦，赶快把这个东西，你要让他们讲预算没有，我们都给过了，都给过了。OK， 叶正刚不是吗？我补充一下啊，刚才杨明讲得很好，但重点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在委员会一条一条很仔细的认为，你觉得重要的地方你要保留，你觉得不重要的地方你要删除，而是授权给行政部门整个统删也好，或乱删也好？这个是谁造成的？就是立法院造成的，就是黄国昌那一句要删到有感，就是连夜开会不断的举手，自己删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立法委员造成的，不是吗？对于行政院来讲，你们用这种统删的方式，我当然只能全部公平以待嘛。这个是立法院的决议，我怎么判断你们立法院在审查预算，怎么会知道哪一条是重要的，哪一条不重要的？是自己国会的立法委员自己阉割了自己的权利，在删预算的过程里面阉割自己审查的权利，而且对于自己审查权利的不尊重导致的结果。那其实那天当总统在520那个时候讲说，希望能够朝野之间对话啦，然后包括国安简报，让在野党的领袖也能够一起参与啊，类似这些。那天在讲这个时候，我讲了一个类似玩笑话，我只是说，那过程当中会不会如果大家要对话，那黄国昌主席会不会要求要直播？那我以为只是朝野领袖对话的时候要直播，那国安简报，那他是说国安简报，虽然他有加一个机密部分。他也不会要有泄密嘛，就是机密部分你们就不要，当然不在直播范围啊。但国安简报要直播，可以吗？这个大格局的问题还是从翁委员讲过来。我们刚刚其实讲到最后面有共识了，国民党委员是不是地区域的要撤退了？撤退了，不完了，不完。可是翁委员留在阵地说，全部给我留下来，给我订麦当劳。他在这边喊跟其他人不一样，这才是问题的死守，他死守不撤。硬是要问你这些问题，不是应该在审预算的时候，在委员会的时候就要问掉了吗？委员会你就可以问说为什么不能订麦当劳？那个时候问会有今天的问题吗？没有，今天所有事情会不会跟大罢免连接在一起？当然会啊，说穿了就是会。好，我们知道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在想赖清德为什么要在520的讲话中突然插这一段？希望对在野党的领袖进行这个所谓重要国安情势简报，类似像过去总统大选的这个重要国安情势简报一样，对总统候选人。好，他后面他其实底下文字讲得很清楚，他说期望朝野领袖可以有一些共同的知识基础，接下来我们共商国事的时候自然比较有共识嘛，因为你都知道台湾有面临这些国安危机吧。好，赖清德原来的讲话意思说，你们会有机会听简报，听了了解了内容之后，以后我们共商国事，不是听完立刻共商国事，你听了秒懂啊，不太可能吧？你回去也要讨论一下吧。所以黄国昌的理解是，国安情势简报之后，不止他听哦，朱立伦可能坐他旁边哦，赖清德坐这边，大家一起听完之后，出来之后，共商国事。黄国昌可能以为是这样的场景，可是事实上就不是嘛。他这个国安简报是我赖清德，我当然一天到晚在听啊，是给你们听，你们分别带了一组人马听了可以被听的人，听了之后回去以后，我们在台湾国家政治立场上会比较接近。所以你注意，黄国昌今天受访被讲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要讲说，我那个吴思瑶造谣，我那个机敏部分我没有说要直播。我是说后面共商国事的部分后面就没有共商国事部分，或是针对百姓关切议题就没有百姓关切议题的部分。国安情势简报全部都是机敏的部分，连来跟你简报的那个人都是机敏啊，那个页面那个呈现的图里面的每一幅都是机敏。其实就是有当兵的都知道嘛，从走进那个铁门里面全都是机密，由他认定，不是由你认定啊。
所以现在就是老实说，我觉得这有一个局在。赖清德在讲话的时候，他都布了一个局，你要不要来听？如果你来听了的话，接下来你就有一些不能讲的东西了。那如果你表态说我要讲，我一定要讲，所以后续新闻都出来嘛，就有问嘛，说如果他讲出去怎么办？讲出去法办啊。好，所以一个框框一个帽子就戴上去了。接下来是黄国昌，你是不是要？他已经说接到电话喽，潘孟安的电话说我们要准备喽，你要不要去听？听了之后你出来讲什么？因为你听了之后出来说爱南封告全部都是机密，那希望赖清德接下来怎么样？就讲接下来怎么样，搞不好又是涉及机密啊，你就进入人家的一个赛局了。接下来你要跟我共商国事的话，国安的部分你不能对外面讲哦。那黄国昌过去玩的公开透明游戏玩不玩得下去？玩不下去嘛，所以黄国昌一开始说我要直播什么，他想要去玩过去了，赖清德直接就。这个题目开出来的时候，就是断你直播、断你公开、断你擅自对外放话之路。所以其实赖清德已经展开他520 1周年之后的第2阶段攻势了。不知道在野党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小雨，如果真的要讲到现在都已经在讨论到大罢免治百病类似这样这些词的时候，有人就一定会讲说，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当时在山啊或洞啊的那些过程，才会导致这样嘛。而那姚明刚讲那句话，我觉得对蓝委来讲的话，可能是很多人现在心里担心的，不是大罢免走到2阶到3阶，而是他可能真的会过，那个才真的会，那是会要人命的。那如果要3阶一过，对很多过的人，大家都知道7年不要玩嘛，对，7年政治变化会是什么样子啊？那等于是政治生命上除非有人讲，那就换个选区选，换个选项选，或类似这样。可是再怎么说都是个重伤，所以因为这个样，所以我才会说，那有人就会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可是你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的话，那对国民党的委员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3阶，每个人都说仇恨动员啊，一定是这样嘛，要把所有的票吹出来嘛。林佩祥现在所有一切的讲的那些词或什么，大家都说。有什么道理在现在讲？没有，他们在讲说没有啦。那天是谁？好像是淑慧在节目讲说，只有林佩祥自己的说法，不用考虑2阶啦。大家说什么还缺3000份、500份，没有啦，那只是在过程当中让火一直烧的延续而已。那就是3阶，所以林佩祥的用字遣词都是在为了3阶，大家把所有的仇恨值动员完，把自己人全部都推出来。可是现在碰到。解冻案这些案那个案就算了吧，这个战场就清掉吧，现在只能这样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2个点一个是怎么添柴火，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团体。好，对，比如说你像汪小玲这些，他因为他罢不掉他嘛，他本身是不分区嘛，所以他的发言这个就是团体的部分。好，那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刚刚为什么突然讲到说，很多人会想要给机票，是不是朱立伦干脆买一个机票让汪小玲赶快出去好了？因为我对他的这个发言就是罢不掉他，但是很多人就会希望就会增添柴火，就觉得哇，这个发言真的太离谱了啦，这是一个点。那再来啦，就是说，其实刚刚黄国昌跟汪小玲那个机密的部分今天汪小玲也有讲到机密的部分对，我觉得他一直问那个国安会的那个副秘书长，他一直问他讲，我怎么知道你们去开了什么样的会？你这些资料什么都没有，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们吗？你什么东西都没给我，我怎么可以相信你们？这些一直在那边绕这一块。因为汪小玲她本身比较特殊，因为她的这个从她进来之后，她给人家的那个意识形态，她一直觉得说就是什么中国，她一直在讲中国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样，所以她的发言，而且她很喜欢问一些机敏的问题。上次她不是也有问一个什么战时的那个什么那个粮食的那个部分，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一直问这种比较跟国安很机敏的问题？好，那所以她今天再去问到这个徐思俭，问这个国安会副秘书长，又是问说我们的国安人员去哪里那这个为什么这个报告就是不能这么简单？对，详细的昨天那个徐思俭就不疾不徐跟他讲说，这个我们要这个我们出差嘛都要报，就是不管去哪里你都会详细的报账，会有查核的管道。可是他还不依不饶他还是继续问吴宗宪那个主席吴宗宪说，那我们还是可以开机密会议反正他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到这种国安人员他很细去出国考察的一个资料。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你汪小玲到底在干嘛？这个就是说，以他这种不分区是增添了整个大罢免的柴火了。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可是朱一伦当时不是有讲说那个说不分区或什么大家少发言，少什么这些吗？
那现在可能朱立伦最想要送他机票，赶快就出去啦。好吧。好，那你就延续的哈，延续，我就会觉得说，那国民党很奇怪，你就是现在就是不要去增添柴火嘛，对。那你偏偏现在又要延会，那延会延到7月31号，我觉得2个下场啦。第一个就是说你拼命的开会，然后拼命的去提案，然后又被这个民进党又出一些的又出一些包，或公民团体出一些包。那再来就是说，你越接近罢免，那中南部这些立委一定会想要顾地方，所以你可能会发现一个状况，要么就是说你一直留会，那罢团到时候一定 I'm watching you， 我每天都在盘点你的人数，看你到底有没有来开会。罢团到时候一定 I'm watching you， 我每天都在盘点你的人数，看你到底有没有来开会。那就说你不能又想要立法院的保护伞，然后你又不来开会。所以我就不理解国民党为什么就是你就是无意义的就一定要延会再延2个月，这个就会增添自己的柴火。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讨论到延会这一段的时候，当然民进党的委员就会在这里面讲得很大声，就是说是不是单纯为了保护伞啦或者什么，要不然没有道理，就是延了一个到7月31，可是到现在大家对最长的延会，大家也不知道到底里面有什么。延会要来开会啊，你延会就要来开会，那谁规定延会一定会有人去开会的？那所以呢？那你不来开会，你讲的是理论，对，大家都知道理论，这样延会就是应该要安排会嘛，就是要安排一些法案嘛，对不对？对，那你不来开会，公民团体又盯着你，就说啊，那你们就又要延会，你又来浪费纳税人的钱，然后你又不来开会，这不是又增添大罢免的柴火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个又蛮无聊。那最后啊，就是在讲说团体战的部分，讲到预算啊，哈，预算的部分，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民进党想要的做法是说，我有10分的伤痛，我也要让你痛5分。那之前啊，你就说什么监察院没卫生纸啦，总统府啊不开灯啊，哈，甚至你就说什么国人那个护照没有钱，这个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讲到监察院没有卫生纸，一般的人民不会有感。好，反正你没有卫生纸，我也不会去监察院上厕所。那总统府不开灯也不关我的事。那办护照也可能只有少部分的人，好，因为大部分人的护照都是10年。那现在就是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就说怎么样我痛，我也要让你有感。那现在就是看起来就是删地方，你说删地方补助款这件事，像地方的补助款，那执政如果说你这些执政的县市有感，那而且蓝营执政县市偏多，对，14个对啊，14个啊，那当然易余他们，那易余大声的他觉得一个绿营的都不该删，不应该删我们的，完全不应该。你看这删真的是很痛，对，我们嘉义就被删了35亿。当然我认为他今天反串的这个成分，当然也有真诚的，我是真的这样真诚啦，真的删蓝营的就好啊，所以你看痛了，所以就民进党的做法有啊，蓝营的你说包括。蒋万安、卢秀燕，所有那些全部都出来跳脚啊！他们也反对，而且甚至直接讲到这是违法啦，什么这些，可是删了就是删了，痛就对了，痛就是达到民进党要的效果嘛。因为你之前删到我在痛啊，我没有卫生纸啊，我不能开灯啊，可是你都不痛啊，那现在我要痛，大家一起痛啊，那不是吗？那这个是团体的部分，那个人，那林佩祥反正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妙了哈。照理说，以他的仇恨值没，我说之前没那么高。对，之前我们基隆人这么敦厚，理论上不应该会这么高。对，而且长得高又帅，对不对？是不是？对，是吧？对，这样通告会比较多吗？没有啊，就是他就是而且还有啦，基隆才刚有一次的罢免，所以对于基隆人来讲，他不想要疲乏动员，好，就是一直他们也觉得很烦，所以照道理按照这种大环境对他来讲是比较友善的状况之下，他不应该是今天最新消息嘛，是只差500份了嘛，而且明天就要送件嘛，对，那这个很多我认为啦，本来是差5000份，那最近一直追到这么多的这个只剩下500份，这4500份都是他自己制造的啊，因为我本来以为他会收敛，结果没想到他还是一直频频的一直上节目，然后前几天他不是还上了一个节目跟张思刚吗？结果主持人还做球给他，就问他要不要道歉嘛，他还是不道歉，张思刚都在旁边挤眉弄眼的，因为他就一直觉得说林佩祥你讲的话哈，就我觉得正常人就是一般觉得说你不道歉就算，可是你讲的那个话就是他会希望说你不要再讲了，兄弟你不要再讲了，可是张思刚就很痛苦的一直在挤眉弄眼，他讲的一些就是蛮夸张，他说我不觉得我讲错话啊，我觉得他们就是需要关怀啊，我觉得他们蛮无聊的啊，哇。我觉得这真是蛮令人这个捏把冷汗的哈。然后他说，后来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会过关吗？
啊，我无所谓啊，我无所谓啊。坦白讲，我觉得就不要嘴秋啦。好，那如果你真的无所谓，你干嘛？哇，那1个月哦，就还是一个人站路口拿这个牌子，这很累，而且最近又那么热，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嘴秋啊。啊，你觉得我无所谓，那你就继续啊。所以很多人会就是一直讲说你是徐巧芯化跟王宏威化，这种就是增添你的这个仇恨值啦。那看样子我觉得是没有人可以拉住他啦。就是如果说有人拉住他的话，他听得进去，他就不会一直在那边上节目，然后讲一样的话。你知道上礼拜我在这边，我帮他讲说什么，他是什么，可能是小留学生啊，可能就是语言表达不通。哎，我被延上你被谁延上？我在就是你们的那个 YT 频道啊，我一直被骂，我全部都被骂，大家都说我在讲什么，就大家说你干嘛要帮他讲话的意思？不止啊，就说我就反正我被骂，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说哇，连帮他讲话这个都还会被骂，你就知道他的仇恨值真的是蛮高的。明显。只有2种状况，第一个，国民党整体的判断觉得这种发言对未来打3阶没有不好啊，那干嘛没事要去拉他？要不然的话，就是刚才小玉讲，还是国民党知道，也许还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是现在的状况真的没人拉得住了，就是脱缰的野马就直接拉不住，会这样吗？不会啦，各自区域的立委、各自的选区对自己最了解啦。那有一些当然。就说每一个人因的策略不一样啦，有些人认为自救，有些区域立委我知道说完全就是消失回到选区，那叫自救，这是一种模式。有些人还是持续主打，认为说还要持续要监督，要有声量，这也是一种模式啦。我就说大家考量的不一样，那党中央未来怎么去做整合？我认为到最后定案的时候，譬如说31:1还是31:2，最后确定真的要进入3阶。其实我们内部也都沙盘推演过了啦。譬如说现在有可能是落在8月2号嘛，就说8月这个罢蓝委的这一部分，罢蓝委嘛，不论是31或几个，就说有可能就是不管最后有没有剔除啦，就大概那个时间，7月的大概几个6日，主要的场地包括凯道我们都借了啊，甚至选前之夜我们也借了啊，联系的转播的我们电视台我们也接洽了啊，都有。国民党又不是被民党压着打的时候，有一些发言的尺度确实有，我认为对佩翔来讲，他心里面有情绪，一定会啊，被压着打，他也认为他仇恨值不高啊。像我们很多委员，即使立民众其实就得包括民党的同事或名嘴跟我上节目也讲，譬如说像杨琼英委员，他属于地方型的他平时也不上媒体啊，甚至我结婚的时候，我还是跟他借礼车，就借车来做礼车。他地方选民不会输给义宇嘛？你说你要罢免他，你对他来讲啊，像杨琼英委员，你的对不要得很嘛，自救嘛。像佩翔来讲，因为基隆跟台北市联动那么多，所以他的部分，老讲，我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些话讲了比较说有情绪性啊？你说对选票有没有影响？对未来说。整个的战略上要去做调整，这个确实啦，我也同意啦。只是说，另外我讲一下研会啦，过去有没有研会过？延到7月中了，有啊，包括2016、2012啊，延到7月中啊，这次多延两个礼拜，对，太长。我觉得立法院多开会是好事情，什么立法院多开会是浪费钱。我刚小玉讲，可能小玉太久没有跑国会，李焕仪开会出席是没有出席费的，想完议完哦，我们开会是有出席费，一刚是2450。像立委是领固定薪水，他们多开会是没有多领钱的，所以我认为立委想贺啦。明显，所以你认为民党，你一定听到有很多民党委员说，那个研会只是为了要征开保护伞，所以那天在研会那个大家在攻防的那个时候表决的时候，民党拿了一堆的雨伞在那个前面，不是吗？没有错。我就直接问，你觉得是不是要征保护伞？首先研会过去曾经有2次延45到7月中。那你刚讲到一个重点是哪2次？就是2016年以及在去年。那去年是为什么？因为就是12也有了，12也有。嘿，那12年，那为什么？因为520换行政院长，所以新的行政院长来，是不是要施政报告？要施政报告后会有施政报告的总质询，所以在当时延45天就很明显是因为有改组包括16年的时候，蔡英文上来有新的行政院长林权当院长，他要讲他的施政报告，所以这2次的研会都是因为整个这个就是总统换人嘛。那这一次研会超过45天，延了60天。那60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就要一直开到7月啊，开到7月也可以，那要算你的议案是什么？是啊。
你有哪些议案？好，那如果说事实上你要处理特定议案，让它顺利通过的话，我们过去也不会用研会，会用临时会，因为临时会就是针对特定标的，我们大家来讨论这个标的，其他的东西就暂时等到正常开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所以这一次的研会就是不正常。不正常，过去没有这样是为什么？那就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趁害保护伞。好，那第二个，因为因应大罢免，他在面对大罢免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突发状况，他需要透过立法院临时开会，然后来做一些决议。好，那现在蓝白多数的情况，他可以做一些决议，甚至他在7月31前，他可以决定蓝白会不会合作发动倒阁。来，明杰，我觉得说一宇想太多了，你们这个管定的人也不用想那么多。我都是一些推论啊。只要有开会的话，我觉得立法院多开会是好事情，要排议案，不要像小玉讲说啊，立法院开会变成说啊，你拢无人，中南部拢招一招选区。包括在野党推动的 AI 开会就会排嘛，但是我觉得只要有开会，这个多开会，但是很明显就是说，他这样的研会，他是一个没有，因为他没有设定议案，没有设定任何的议案。东团拢讲啊 ，AI 基本法包括外送员相关法案，他拢上去了，这可以用临时会啊，他就设定几个。那只要这些都可以。那这些法案，它可能跟相关的说跟国防会就没有关系，跟其他委员会没有关系的，那怎么办呢？你认为 AI 基本法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有开会有，我认为 AI 基本法重要，但是 AI 基本法不是在这2个月要用研会的方式处理。一下，其实这个保护伞如果今天在野党真的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司法保护伞而去开研会那其实对在野党更不利。我说的更不利是因为我们的规定，我们跟地方议会不一样。地方议会是直接，你如果开会期间是根本检警是不能进去。地方议会是这样的。可是呢，在这个立法院不是这样，院长同意就好。立法院是说，除非立院决议，否则不得逮捕或拘禁。所以，如果今天有假设，我只随便假设，某个立委涉案他被搜索，然后呢办公室被搜，他被约谈，然后当下假设有人要逮捕，有人要声押，这时候呢，声押题一旦通过，法院要发一个函给立法院，请你们做出决议。支不支持，同不同意我羁押他？这时候立法院要表决。那如果是为了开保护伞而研会，到时候他们是要每个还要记名表决的啊，还要留下记录啊，谁挺他不被逮捕啊？谁挺他不被收押啊？所以我说，如果今天在野党是为了这个考量的话，因为最近一次是林岱樺。最近一次就是林岱樺有被约谈，但是他没有被声押了，他没有被声押就请回了嘛。所以我说，像这种状况如果发生，其实对在野党更不利，因为他如果投了，他不同意，比如说假设已经声押了，他说不同意那这些国民党立委会一起集体要买机票了。那杨明，那延到7月31号到底要干嘛？他们的说法，其实研会跟临时会的差别是什么？是委员会可以开。那我的了解是这样啦。他们是因为觉得他们想要把部会能够找来质询，因为如果今天只开临时会的话，你只能直接把法案，你是没有办法找官员来质询的，你只能针对特定的议案协商，或什么时候才有官员会来。那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就是我要有支点，所谓支点就是说监督的力道不能停。所以我要强调说，如果今天真的是为了所谓的司法保护伞的话，那个保护伞反而会反击到这些在野党立委。所以我要强调说，如果今天真的是为了所谓的司法保护伞的话，那个保护伞反而会反击到这些在野党立委。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林佩祥，你觉得国民党该不该有人跟他讲什么？我觉得没有用，没有用，是没有用的意思是讲了他也不会听，还是讲反正他也影响不到别人，最多是自己内居。应该是说，第一个，我想他的言行他要自己负责啦。当然，如果最后罢免是过关，那就是证明了大家选民不支持这样的言行嘛。那可是我认为现在国民党的所谓的鹰派，或者说比较是所谓的就是对抗派，现在是抬头啦。尤其在426之后，那是很明显的。他们就说你们要罢免我一定打回去。当然，好，他们现在就是这样策略。所以当你今天你对罢团，他用比较温良恭俭，他会说你太弱了，你太软弱了。所以我说，当这个氛围
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变成是要用比较刺激性的言论，而他的支持者会较好，会给他正增强。OK， 于是他会变成是。我必须说，之前包括即便是什么，他讲有人说什么变成徐巧芯化或王宏威化，你会发现其实关键在什么？如果今天他选区是比较五五波的，就是那个蓝绿差距没有那么大的，你会发现这些国民党立委最近每个都很乖，每个都不会去发表争议的言论。可是你的选区越有优势的，他们的强势性格就会展现出来。因为他现在要做的是动员支持者出来投票。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闪他可能就会出现，因为就是在基隆的选区有出现肢体上的一些推撞啦，或什么类似这些。那大家担心的就是，如果要是刚阳明口中的所谓的优势选区，或是觉得说要采用这样的一个对抗方式的时候，肯定三阶大概遍地烽火，很多地方都会这样，那就不是言语之中你看到以前的什么互不互呛的问题而已喽。对，刚才讲到国会研会嘛，我觉得不错啦，就让立法委员这些蓝委做到最后的1分1秒，因为7月底有可能投票啊，让他们做好做满嘛，剩下没几个月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很危险，而且我非常相信国民党。非常相信翁小玲，这不叫做监督的力道啊，叫放火的力道，会延烧到投票的最后一天，包含林佩祥嘛，林佩祥根本就是放飞自己，不只是 top 1% 他叫 number 1我说真的，仇恨值最高的是谁？台北徐小新，台中罗廷伟嘛，至少他们两个都要演示一下，说是我是早餐店女孩，我是牛肉面男孩，至少要装可怜，让选民同情他嘛。林佩祥不是啊 ，Top 1% 啊，你们都边缘人，你99%都是边缘人啊，而且发生暴力事件，说真的，这些霸团在街上每天宣传一堆的怒骂，一堆的三字经都承受了。但是这一次是非常严重的、直接的肢体的推撞跟暴力嘛，这个肢体的暴力其实已经违法了，它已经是违法的第98条公职人员选罢法第98条，以强暴胁迫其他非法的方式，下列行为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嘛，就是妨碍他人为罢免案之提议联署，或为他人为罢免案之提议联署嘛，讲白点。昨天的那个行为就是已经是违法的行为了。林佩祥一个违法的行为，你不谴责当初制造的这个暴力行为的当事人，而且叫别人等于是打人化救人呢？你叫那个霸团大家远离霸团，说霸团不理性，你要远离他。根本就是颠倒是非嘛，所以林佩祥其实从头到尾他是放飞自我，他根本觉得自己是非常优越的，他完全看不起这些公民霸团。但是我要跟林佩祥讲，你凭什么资格看不起这些公民霸团？第一个，你的1%是这99%选出来的，你是这99%的代表。不是你这1%就是 top 1%， 你不是因为你高高在上，你是因为这些99%人选出来的。第二个，你300份都签不到啊！你罢免张志豪，你们3大家族，基隆3大家族，结果连300份你都要用抄袭的，还要照张渊祥去查对有没有死人联署，丢脸丢到家了。人家3万份，明天至少要送出3万份。公民霸团签出3万份，基隆3大派系、3大家族签不出300份，你们才是1%嘞。你们连人家的1%都不如嘞。张志豪，你们要罢免的人签多少份？他昨天在公布在脸书上5000安啊，一个议员可以签出联署书5000份。你要罢免人家，你凭什么资格罢免人家？人家可以实实在在的签出5000份，你们连300份都签不到，你凭什么资格说你要罢免这个有民意基础的议员？最后我要跟张渊祥讲，真的，你回去做你的 top 1%， 因为所谓的民意代表不是 1%， 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 top 1%， 是99%人选出来做你的代表。如果你真的要做你的 top 1%， 你回家做你自己的 top 1%。明显，可不可以问一下国民党现在的攻守两方的策略？一个刚才讲到，可能看各自不同的一些选区嘛，那选区里面可能会有对抗性的啦，或者什么这些。但是以霸制霸，现在到底要不要往下继续走？走到什么程度？现在最后联署就是在霸双5的部分。对啊。
那夏亮那个在中正万华确实比较艰困一些了。他们最后送件大概是在6月初，应该6月7号前后了。那现在比较有机会的，我认为在士林北投了。所以包括那个换领衔人是 OK 了。那当事人就是我们也有跟他联系过嘛，他看就说。我之前在节目讲说，我第一时间了解要2000出头嘛，好，我说要2000份分2阶段送出去。后来我知道是说，除了寄出去之外，有人也有主动寄回来联署所以已经有过了2000。我应该是这礼拜一开记者会的时候，应该过了2000还2100了啦。所以目标是要到2500到2600。那这一部分还要送到中选会再去审查，过了之后才可以。可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士林北投的议员都有在士林北投的联署书。因为你过了同意书以后，还有联署书那个。他联署站从这礼拜我们都有加开了，就说地方联署点加开到10个以上，包括各个议员在平日的下班期间或6日都有出去摆了，所以。我们内部有评估是有机会达标啦，可是真的还差一点点。那评估会有突破2万多份是有啦。OK， 那一天公布了市场，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相对是比较有机会过。如果照明谦刚刚讲的话，显然以霸制霸这个策略是还是一路在往下走。但我要是刚连明贤都讲，对，士林北投内区也许比较起来有机会比较有机会。对。可是照理来说，中正万华国民党3个议员，尤其像小平又不是有过罢免的一些的经验，如果连这个，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李孝亮一个人要扛起所有的重担啊。但是他最近常上节目，他一再重申一件事，全台湾都知道。对，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过程为什么要一直要强调这个啊？那当然了李孝亮到底，我们先区分开来，联署是一回事，司法侦办是另外一回事啊。对，司法侦办针对一阶段那些份数，当初蓝营那边还讲说，我们有 A 组、B 组，李孝亮是 B 组A 组是张延廷挂掉的那一组，一瞬间1天之内生出 B 组，一日盖城一日盖城，跟罗马士兵一样。好，那李孝亮呢？现在他不断重复的是，检察官一直问我都不知道啊。但是为什么外界都知道？他意思是说，外界都说那是抄的啦。但李孝亮说我没有，我不知道，那个不是我的份。他不断的想要去切割一阶段司法侦办的那一块。好，一阶段司法侦办，他不希望伤到他。那如果真的是抄的，会伤到谁？就是比如说原来那个什么刘思颖吧，原来的那个旧的联署一阶段的那个原联署人领衔人，还有就是像黄旅他们，因为是其实有像李正浩讲的嘛，是不是黄旅是不是有跟你见面啊，跟你要身份证，跟你要印章什么什么的？好。所以李孝亮他想要在一阶段司法下庄，可是二阶段他有要走完嘛？其实他放那个6000出来，这上礼拜我们就讲嘛，他放6000出来，其实国民党内有一些人就已经觉得不对，因为很多议员在对外讲都是讲1万啊多少，他一讲6000，领衔人都讲6000了，对啊，你其他人还能讲多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小平在这边说很难呐，一间案没人呐。那个时候国民党跟李孝亮配合的一些公开的活动，其实都传达出一个讯息：我们人来了，跟你合照了，联署不到份数，哈哈，就这样，没办法，大家已经传达出一个没办法的气息，就是要散花，就是要下。为什么？因为其实越来越多人就是大家私底下聊的，李孝亮到底在想什么？他们不太清楚知道这个年轻人到底是敌军还是友军什么意思？就是这家伙到底是现在还想要把这个吴沛忆走下去吗？还是他想要自己去选他的市议员？人家已经走到这几天，不是还有什么夜行的什么计划？对，还去那个地表最强里长的那个里，人家媒体都讲说他是不是也是挺那个吴沛忆的？但李孝亮还走到他那个里去，然后一阶一个楼梯一个楼梯，一阶一阶去想办法拉。连署人家都走到这样，你还觉得他是友军还是敌军？对，但重点是有带媒体嘛。所以你觉得这是刻意要做出来的？很明显是在成就，就是我李孝亮还是一个在做这件事的核心人物。可惜啊，我被他们拖累了，以至于没有办法走到最后。有这样的印象嘛？谁会有这种想法？其他国民党在地的政治人会觉得说我们有在收那就秀都是你在秀你自己到底本人你到底收多少？你看到都是什么？李孝亮穿个黄小飞侠衣，凄风苦雨，是不是有那个黄国昌的感觉出来了？所以其实大家看他心里会觉得这一区到底在搞什么？这个是最麻烦，离心离德。
就是我们都秀都演了，主席也来啦，大家还是大合照，分数没有出来。最后如果非常难看，这是谁的责任？你现在让他提前已经预示了，这个可能是我无力回天了啊。好，那另外一边当然我是觉得吴思瑶那一边哦，其实因为大家听到的数量都是，比如说他那边要26000份是他的及格线，门槛是26000。前几天有听到25000了，然后最近又听到27000了。可是这些数字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比如赖以任他有没有主动出来说，我们现在要报多少？我们现在要去冲，像其他罢蓝委的，我们要冲130%安全门槛，其他都是喊得非常有信心，不然就是整叠的联署书堆出来给你看。来，我们现在同意更换领衔人的。这样有没有2000张？你可以拍一张嘛，丢到 Instagram 上去嘛，大家就会有信心嘛。这些动作都没有看到，所以到现在大家问的说，你真的有这个份数吗？万一到最后没有这个份数，或者送出去的份数最后审核下来被打掉，你要怎么去诠释这个事情？你刚刚的质疑直接问明贤有没有？我们礼拜一开记者会，在联署书上是有2箱拿出来，因为在我面前看，媒体也有来拍，可是我说拍侧边讲我老师讲，你拍侧边多少？大概有一个数嘛，中间那个也有各自，我稍微翻一下哦。真的是完全的不同笔记了，我不讲哎呀，因为我自己也会抄一下，我稍微翻一下，这很重要。全部都不同笔记，我要翻一下，真的是大家不同人写，还有写身份证资料，不会连策划领衔人都没了，我跨参与委员策换领衔人，他一阶段有长得一样吗？没有啦，我看有没有周伟航老师看看有没有在真的说，所以媒体在拍，我说你拍侧边可以不要开正面，真的有那些有堆出来给大家。对啊，但现在就是重点是出现叫做信心危机，大家开始尔虞我诈。其他我必须要说，罢蓝委的罢团有没有内斗？有啊，有没有跟民进党有产生冲突？有啊，大家已经都是看到了嘛哈。但是他们可以把这个事情走完。可是罢绿委，特别是罢双五，你看到就是现在，你不要讲貌合神离了，至少人都会在，可是份数出不来。你看到就是现在，你不要讲貌合神离了，至少人都会在，可是份数出不来，份数在哪里？一直有人抛这个疑问出来，其实就是总是会心中有一个芥蒂在，这会导引到什么？会不会像我们之前就有听到，会不会有一些议员主席叫他交5000份，最后他只有第几百份，那这个事情要怎么算？会不会他已经预示这个主席大概9月之后不同人，所以明年提名这个不是我，所以这会不会又串到，就6月如果没有交出来，会不会又串到，是不是国民党又有内斗？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真正看大罢免，真的没人管你罢不罢双五能不能成功。可是一宇，我每次在节目一直问了很久，为什么民团这个罢团这一次展现出来的热情跟所有这些？确实有一些让很多人感动的一些地方。对，那为什么能够在摧枯拉朽的，从最早根本没有人觉得这个会过，可能过个10席吧，15席2阶，结果搞到现在变成30，看明天会不会变31？为什么国民党一个以罢制罢，会搞到烽火连天到，然后现在收押的有大概有没有到20个了？今天又被压了几个？就为什么一个以罢制罢会搞成这样？基本上，公民团体在发动罢蓝，他们就是真的是由民众发起。那现在，我觉得台湾社会政治对抗蓝绿对决到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去看蓝绿的哈，对蓝绿都已经厌倦了。但是如果是由人民的力量，是会感动人的。所以事实上，我马东干妈公台湾的民主发展哈，这个也是有很幸运的地方。每次民主陷入危机的时候，就会有年轻人站出来，所以像过去的野百合的时代，然后到了太阳花的时代，到现在，我觉得叫做大罢免的时代。你看，又有一群年轻人，都是20-30岁，那他们也许平常虽然有他的工作，可是他却愿意把他的时间投入在这些公共事务上。然后这一群年轻人又不简单，就是说他们都是活在新媒体的时代，大家都会用手机，会用网络，然后会用一些网络比方用
粹的串联。那这些串联呢，又制造了很多一些不管是影音啊，或是图像啊，会让人家把这种感动的力量扩散出去。所以就是这一些公民团体，让我们又看到一群20-30岁的年轻人愿意投入，然后去关心这一个社会，去对政治是关心的。所以这东西来自很多感动的力量。当然，这中间也有很多力量的来源是来自于这些蓝委，包括说当时傅昆萁在花莲一些很荒唐的表现啊，所以会有所谓这个我们叶老师的一个跳出来那以及说像王宏威的事件然后去揭露了霸团的个资，所以有类似像阿美这样的年轻的女生也跳出来，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也都是相辅相成。但是在国民党的状况，它就是那都不是公民团体啊，你来讲起来这东西被选议员的啦，甚至有的就真的就是党工，所以他还是回到了传统的这个蓝绿的一个这一个对决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所以你被讲这一种状况，除了仇恨动员之外，就没有感动的力量，所以国民党就是以霸制霸，我就是要发动对于这个民进党立委的仇恨，然后才能完成他的以霸制霸，但是本质上呢，他们又发动的太慢。因为他原本他看不起这些公民团体，你干嘛一直没行功？你要发动，要罢免我，谈何容易啊？就后来看起来，没有这些公民团体，哇，真的，一区一区的一街一直联署出来，所以国民党到最后时刻，他才警觉到，不行，这一次这些公民团体是真的联署得出来的，所以他才赶快要去做一个对应，就是要以霸制霸，但是时间来不及嘛，时间来不及，唯一要最快的方法是怎样？用抄的，所以现在就会很多幽灵联署或者是代抄，然后这样伪造文书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当然这些都是犯罪行为嘛，犯罪行为被侦办了，那又要跳出来喊司法迫害。你看社会对于国民党这一次他喊司法迫害，然后有共鸣的力道也非常的低。那就是来自于说，第一个国民党他们自己这个是反应太慢，然后造成他以霸制霸，自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现在我觉得最好笑是怎样？最好笑是像现在台南王定宇他有发动说，哇，现在要针对这一些伪造文书，然后侵害个资的人，他要带他们去提起公益诉讼，一个人要提起2万元的一个诉讼。我现在在脸书，在我的脆上，很多人在问我说，哇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资料去查，我有没有被伪造文书？每个人都想要去求偿，对，名单有没有抽到我啊？说这个有没有办法去查？然后如果有我的话，我也要去提告这个2万块啊。所以就变成说有一个新的又一个状况的一个产生，所以这些状况都在让国民党事实上他的士气会一直在伤害。那国民党一直有讲说是赖清德总统，因为他兼民进党主席嘛，说是他，然后再要发动整个大罢免，不管是从朱立伦到黄国昌，都是这样讲。那前2天洪建义洪议员。那在我们节目里面，他讲，他就讲到说，那像赖总统听那跟霸团在开会的时候，你都只能在旁边听啊，或什么，国民党就拉着这个一直往下打，说你看吧，虽然洪建义后来有道歉说那是语快，然后讲错了没有这个，然后民进党也否认，但是国民党从发言以这样就一直拉着这个一直不断打。真的是我都要说讲的嘛因为公民团体它就是能带动很多感动的力量，所以国民党巴不得赖清德赶快跳进去，在这个大罢免里面有角色，那就会回到了蓝绿对决，那就是把这个民间的力量就下降了。所以国民党会因为洪建义讲这句话，他会抓着，而且我相信在未来会持续到大罢免结束嘞。这一个议题，国民党还是会不断的讲，你看就是赖清德发动大罢免，这一个公民团体都是假的，都是民进党赖清德发动要把因为选输了，所以我们现在酸输唔甘完，我们才会发动大罢免。国民党就会一直绕着这样的一个论述。第一个，我认为确实霸团很有创意了。你说党中央或民进党中央或赖清德总统没有任何意见吗？不是洪建义自己，洪建义我们议会有老同事呢，我不认为他是被道歉啦，他是硬凹过来的。而且洪建义也不是第一个讲。之前卓冠廷的共轨啊，卓冠廷说赖总统、赖主席啦下了军令状，每一席蓝委都要罢，这里有条个议语是中常委。我当然我不是中常委，我当然相信赖清德心里会希望整个罢免是走得很顺的，他心里会希望。可是，但是他也有一定的智慧，知道说这种物件就是你可以参污掉霸团，你可以就直接直接伸进去，或者是你直接跟他们在一起被拍到，对于整个罢免不利。所以赖清德也是很聪明，他怎么可能会这样做？委员你被这管。
馆长，所以你地方较早，你地方客啊，卓冠廷比你还了解。卓冠廷常常在主席旁边，所以我相信卓冠廷洪建义讲的对啊。所以柯建铭，我说所以就像我讲的，你们会抓紧这个议题啊，因为只有抓紧这个议题，才能就回到蓝绿对决嘛。他本来就是对，因为洪建义那一天讲的时候，我刚好坐在他旁边，所以他在上节目之前还在给我特别要跟他澄清，赖清德没有跟霸团开会，那一天是他口误。第二个，党中央有没有跟霸团开会？有开协调会嘛？因为霸团在第二阶段希望民进党公职可以做他们的后盾嘛，可以做联署战嘛。这个是民进党中央下令指示做这些联署战的嘛。很多的霸团，其实我要讲说，霸团是不是自主性？看这张就知道了。我特别讲这张，特别讲脏话。因为我要特别骂民进党在彰化的议员只签了30几份，2个人已经被我骂过了，我也不怕再骂一次。立委都没动，所以罢免谢依凤失败了。罢免谢依凤失败了，你知道公民罢团做了一件多么让人家流泪的事情？他们竟然是把2阶段联署书所有的各自内容送到焚化炉，送到缴税机里面去缴税它，把所有的硬碟的记录的硬碟资料全部销毁，而且是在律师的见证下，他们要确保每一个公民的个资不被外泄，在法律的见证下，这就是公民的精神。这我说真的，连民进党都不一定做得到的。为什么霸团做得到？因为他的领衔人叫做陈世雄，是一个大学校长。OK， 这就是公民的精神。为什么说谢依凤那一区，民进党在那一区有3席立委，不弱为什么霸团失败？因为民进党没有强力的去完整的去介入。各区有各区不同的情势，像民进党在彰化，他们就比较不介入。那其他地区，他们认为说啊，在媒体上面他们可以有任何接下来又要选议员嘛。我说这一次是由公民霸团往前推，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后面，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抢签，所以民进党的党公职不得不把他们的联署的公职夫处变成联署战，这才叫我说公民团体的精神，不断的把这个运动的边缘不断往外扩嘛，这就是为什么公民霸团会成功的原因。可是杨明现在看起来的话，很多份民调看起来，目前国内大部分民调看起来，反对罢免的人是比较多，赞成罢免的人是比较少。当然你说各自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但是你只要看到那个赞成支持罢免的那个动力，尤其是一定会去投票的那个比例，你再去看那个反对罢免。然后一定会去投票的比例，你就会觉得国民党大概评价出来一旦那个数学我已经算过800次给大家看了。那可是像所有这些，如果看所有的民调也好，或是国民党一直在喊这次的司法的所有这些，可是最近几个民调里面看，超过50%以上的人都觉得不要再喊什么司法破坏了。他就是大家觉得他就是依照司法在侦办的一个犯罪件，他就是这样。对国民党来说，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些他们的一些策略？对，因为这个最新的民调，这个是正传媒然后做的民调。第一个，我们先讲罢免活动，那就整体不分蓝绿就说你支不支持罢免你赞不赞成这样立委的罢免那现在是这个不赞成的49.5%，赞成的37.5%这个说整体来看但这是一个趋势嘛那整体来看的话，好像是不赞成的多了一些越来越高嘛那赞成的好像其实赞成老实说其实蛮稳定的，对蛮稳定的，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细部去分就说蓝委绿委把它分开来就他这个民调就把它调查说如果是罢免绿委的部分就是说像蓝军要发动罢免绿委的部分，对是这个所谓的不赞成的会去投反罢免的比罢免的还多，就是不赞成的比赞成的多也就是说在罢免绿委的这个氛围气氛里面，其实对绿营有利，而且呢不投票的比例非常高，42.6%。好，再来罢免蓝委的国民党的部分，我必须说这个国民党要非常紧张啦，因为会去投票的目前这个比例达1/3。就如果你是他的选区在蓝营的立委的选区，目前是1/3的这个民众会去投罢免，而且是投同意罢免。好，那不同意的只有2/9，大概将近3成。当然两个的差距很少，但是略多。那目前是因为这个跨过25%的这个门槛了，所以又是赞成大于反对，也就是这边的话，如果是最后是这个剧本，就爆掉了，就是成功，就爆掉了，就是大罢免大成功。好，那当然他也细部有一些这个趋势分析，但整体来讲，罢免国民党立委的
会去投反对罢免的趋势其实是提高的，跟前一次比，其实它有提高，也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426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确实有让他们的支持者开始有那个投票动能，可是目前看起来，老实说有点慢，也有点吹不动，那这个有没有办法在后续去把它激化起来？就像刚刚一宇讲，我必须说，蓝绿对决的这个议题是这一次吹票的。那个叫国民党的最重要的一个网面的最后的就是要用这招。可是我必须要提醒国民党的朋友，你们要很小心，因为现在是一个你没有标的的动员能力。什么叫没有标的？很多支持者说我要投票哪一天？要等中选会，然后要等中选会查对完才公布嘛，所以都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说是哪一天要去投票。即便是要投票的人，他目前都是一个问号。那你要知道，我们的法律规定是成案后的20到40天投票，也就是说，中选会一公布，3个礼拜到8个礼拜，中间就会投票了。你可能只剩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动员哦。所以，可是对绿军来讲，绿军是我投票动能早就已经很强了，反正哪一天就传雷弹了。所以我说这个部分的差异，可能就会让那个蓝军有一些可能是措手不及。当然，现在是明天可能变成31嘛，至少这31个选区，他们国民党的立委们现在的动员一定是非常的那个绵密的啦，就是他们的所谓的组织一定要现在陆海空齐发。对，你会发现最近国民党立委其实不太关心一些什么中央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好像只有翁小玲在关心啊，或什么的，因为区域立委都在，这是最麻烦的地方，都在顾地方啊，对，他们都在顾地方啦，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国民党他们现在必须他的组织战必须要发动了。因为区域立委都在，这是最麻烦的地方，都在顾地方啊，对，他们都在顾地方啦，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国民党他们现在必须他的组织战必须要发动了。那这个动能能够撑出来多少？可是我还是得肯定，像刚刚易善讲的，公民罢团他们是1整年啦，这个是1整年，真的，他那个动能是已经酝酿很久，而且那个盘很稳定。那这一块蓝军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去把那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不赞成不赞成罢免的这一个部分的票冲出来，这个就是现在的课题。小玉，这个就面临到一个，所以刚才为什么会问到说那个建议那天在节目里面他说口误讲的那一段，因为易宇也讲，蓝军接下来一定会把这个当做所有的宣传的一个重点。好，或是换一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从朱一伦、赵少康、黄国昌所有的蓝军的蓝白阵营这些领袖，言必称赖清德。所有这一切，甚或赵康讲的是最直白的，就投下大罢免的反对票，那就是对赖清德的不信任投票。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稻草人，能够跟着你对打，累积那个仇恨值，才有一个累积的一个能量嘛。那最后杀手锏就是把赖清德扛出来，所有的一切这样对着打，希望能够突破刚那个，到目前为止都是那个要罢免的动力远超过要反对的动力，就是那个你一定会去的那些人。现在国民党是只有这样吗？可是国民党现在一定还会碰到，我刚为什么说郑传明这一次里面有特别做一个，就是司法侦办的这一部分，那是超过50%的人跟你说他不觉得那个叫司法迫害。可是国民党现在，这应该是3天就有一个地方被查吧？对，应该这样吧？大概过几天，今天也有啊。今天是宜兰、基隆跟这个新北，对不对？对，你看3天一查，然后每一个地方这样。对国民党来讲，那这些事儿，你好歹要把这些事儿给解决吧。先讲到这个，我个人我不觉得说这个赖清德有不能说这么闲呐，就是说有跟这个罢团接，但而且坦白讲了哈，如果按照这个建议的口误的话，如果说你有这么频繁的常常跟他们见面，然后还什么听取他们的建议这样子，那你只要1张照片出来就死了。对，因为很多罢团都是年轻人什么的，你只要有1张照片，可是目前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或是说有任何罢团讲说，我昨天跟赖清德见面什么什么的，我基本上我跟罢团接触，我也从来没有听过他们有这样子讲过，所以我这是打一个问号了哈。那但是坦白讲，成败论英雄嘛，那不管就是说赖清德你到底有没有支持这些罢团，那坦白讲，你现在以现在的结果，不管30-0、31-0，你这2个主席在比拼啊，你国民党就是落居下风，就是这样啊哈。那2个点啊，我还是觉得是说，当时朱立伦喊出是以罢制罢，
那国民党当时是最有底气的，你就是以霸制霸，你就是整个国民党下去嘛。我们谈论过好几次了，包括你的领先人。可是当时为什么国民党一直畏首畏尾？我觉得是摇贵给谁？那你看他们这些的领衔人啊，都会怕。第一个，他们怕人家讲说，哦，你为什么要去来当领衔人？你就是因为你要选议员，你要打知名度，或者你要选立委，好，大家怕这个。可是没有意思啊！你看像赖以任、李孝亮这个，现在还不是，就说当时的霸无四骑士，你哪一个不是要选议员的？每一个都被点名是要选议员啊。那你这些人明明就要选议员，我管你的，你就直接下来选就好了。你又可以帮自己打知名度，然后你又可以这个交出亮丽的成绩，何乐而不为？所以就摇贵给谁里嘛，导致他们这个畏首畏尾就好啦。你现在被抓的，好，今天被侦讯的、被羁押的、好，被逮捕的什么什么的，全部都党工啊，全部都党工啊。你没有一个真的是公民团体啊。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摇龟给谁里的一个结果。你当时以霸制霸，你就挡下去就好了。就确实你又想要效法人家哦，好，不管是绿营好了，他们就说他们都是公民团体啊，你想效法人家。可是你也学不来啊！你被抓的现在全部都是党工啊！你要不然就青工会，青工会也是属于党的系统啊。那你当时何必这样？然后现在一直在那边讲中央党部会不会被冲，然后每天上午要开直播，然后要等着这一块。就我说实话，因为观众朋友大概你到法院去或到地检署去的经验不多，最好不要有，好不好？你在那边等着收传票，或是等着人家要不要来侦办。我跟你讲，那个心情之忐忑，那是很难用一般的事情来形容的。确实，对啊，所以你有被告过吗？有嘛，对，收到传票的，没事，对，所以我就讲，国民党要不要想办法？当你要全力要去打内仗的时候，你要不要想办法司法这个？当然你说司法侦办不是你能够主动什么，可是有没有一些像有人讲说要不要建议注意，有人就直接讲说不要再为难我的党工。OK， 虽然你讲那司法侦办该办他还是会办，可是政治宣誓上就所有中间过程如果真的有错的地方，那我扛，好不好？我是主席，不要为难什么样的党工，大家就在政治上如果有任何攻防的都可以这样，但是不要在这个，如果你们觉得中间过程当中还有什么一些疑义，没关系，都在我身上，最起码政治宣誓上有没有必要做这个？这个是民进党先做的嘛？民进党他们的中央党部有成立律师团嘛，去做这些公民团体的后盾嘛。可是我们看到说最近几个案子，你包括台南就那2个年轻人，一个22岁，一个21岁嘛，这一个是律师跑掉，一个是没律师的。对，那你看之前的像李孝亮这些人，律师也不是他们请的啊。像赖以任是他妹妹嘛，那李孝亮后来那个交保金，连交保金都是他们家自己出的啊。所以国民党到底做了什么？我目前为止我好像没有看到，就是说你这些这个国民党最起码做你司法后盾。对，就是有公开组一个律师团，说帮这些人，因为他们被羁押的很多啊，可是看起来都是自己花钱。请律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帮国民党做事，当然会觉得蛮心寒的，这是一个点啊。那再来就是说国民党，你当时没有精准打击，我还是不理解。譬如说你说今天双霸团哦，今天是双霸节啦，双霸节，他那个高雄对，今天那个新闻是说高雄双霸节几乎快团灭是吗？那个15个什么志工嘛，他们15个志工消失，我给他洗，不是啊，他不是消失，他是被剪掉带走了。那个标题写说什么15个志工消失，对，而且讲说那个人到那以后，第一个找不到钥匙，第二个发现人都失踪了，那什么，感觉像被外星人直接冲走一样的那种感觉。不是啦，就被剪掉，被约谈了，他连小编也被带走可是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那个什么负责人叫徐尚贤，他已经坦诚是伪造的了，所以他有后续的一些发展，其实并不意外了啊。那我觉得说高雄这一块我也觉得很妙，你为什么是选这个黄捷跟许智杰？因为你高雄有8席那你为什么不是林岱樺，不是赖瑞隆，不是什么这个邱意莹，就不是这些人？要用一个双霸捷。但是你劫是那个劫难的劫就好啦，就搞到现在自己遭到劫难了啦，这也蛮妙的。所以他就你没有一个论述，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2个人，因为黄捷也才躲过他的议员躲过罢免嘛。那许智杰坦白讲，他有什么？你要把他的为什么要挑他？对，为什么是挑他？就像为什么台南你是挑王定宇跟林俊宪，一个能扣一个傻扣，我不理解啦。所以我觉得说你这个国民党的一些策略就让人家会看不懂。那最后要讲了，说你现在双霸节看起来为什么团灭啦？因为你那个主要的负责人这个徐尚贤，我记得他也是党工啦，我记得他也是高雄的嘛。那你没有他去提供这些资源的话，你说像今天的那个是罢免那个黄捷，还是罢免许智杰？那个还说他要一张纸、一支笔。
比啊，然后什么的，继续把它走完。其实这就跟李孝亮一样，我也觉得李孝亮现在就在拖时间了啦。但是你说这一波收获最大的是谁？我觉得是李孝亮跟赖以任啊。现在他们全国知名度超高的，搞不好他们要选议员，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明显。刚讲说，国民党最起码在司法这块，当这些有被查的这些党工或什么那个司法后盾啊，所有这些，如果照小玉刚那样讲，应该是有。党中央有成立律师团啊，所以相关协助，你光我的义务律师就快10个了，我们在办法律咨询，所以党中央一定有提供相关律师的协助。那为什么要刚刚讲李孝亮他们感觉上都没有这些？不，一定有，就相关，譬如说。我们现在台北市，包括他讲的罢双节志工被带走嘛，我们台北市党部也是啊，我们连志工也一样被带走，被约谈了，不是说被消失了，约谈，那进入法律诉讼，一定会党中央包括市党部也会提供相关法律诉讼，这一定都会有啦，并不是说没有提供协助。那第二个。我确实说我的选民遇到很多对选制完全不了解。我上礼拜6日办活动，遇到民众来跟我讲啊，我支持阿秀啊嘞，我看啊，我说你支持哦，爱出来投票呢。然后他就出来讲说啊，去年的倒过啊，今年为什么不会倒？我说不行，你一定要出来投票，你出来投票才是支持啊。所以很多选民完全对罢免选制不了解啊，我们自己人啊。所以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刚杨明有提到说到30%上下，那就说民进党现在讨厌蓝委的。我觉得现在如果值得，就说有一个，就说至少有一个契机上，民进党讨厌蓝委的，你可以说他民调很高啊，踊跃很会出来投，可是他就到天花板嘛，你出来投的是遐嘛，差不多25%、26%，会过无唔对，蓝军愿意出来投的，你可以把它视为说地板，它慢慢往上累积嘛，所以它天花板到哪里不晓得啊。所以杨明呢讲说啊，接下来怎么去冲票才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讨厌民进党的，那你不是说扎一个稻草人了？你看没有标的物啊？你说现在的假设31:1，那你才1个嘛？你对其他人要出来讲，要，所以你把这场罢免变成说对赖清德的一个不信任投票，这是事实啊。你基层很多蓝军的完全在野党对执政党没有任何怨言吗？每次都把。在野党出来修理，在野党国民党你修理几年啊？连续第9年了呢。执政党修理，在野党修理9年了，你根本在合理吗？所以我就说，在野党民众支持也有不同的想法吧。所以说那些人会不会出来投票？就说包括宣传这些还要努力的地方。第三个，执政过程中到投票过程中，现在要比说谁犯错的机会少了。你说执政党完全不会犯错，没人这楼住吗？明显。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们真的现在寄望，包括赖总讲说朝野要对话啦，类似这些，朱立伦主席有一直讲说，如果要对话的话，就不要再进行大罢免，只有赖清德能够做得到这些所有这些，你们真的寄望说对赖总统呼喊，然后让他来停止这个大罢免？会啦，因为赖总统连跟罢团有没有开会都众说纷纭了啊，有的议员讲有的议员像议员都说没有啊，所以我认为大罢免是既定的啦，那个箭在弦上箭射出去了，怎么可能会停啦？只是说，我觉得赖总统在昨天的记者会讲说啊，什么国情报告、国安报告，那个也不要那么演表面功夫了啦。停止这个大罢免？会啦，因为赖总统连跟罢团有没有开会都众说纷纭了啊，有的议员讲有的议员像议员都说没有啊，所以我认为大罢免是既定的啦，那个箭在弦上箭射出去了，怎么可能会停啦？只是说，我觉得赖总统在昨天的记者会讲说啊，什么国情报告、国安报告，那个也不要那么演表面功夫了啦，你们弄得好像举光日教学，把在野党当作背骨仔，然后好像在野党说，哎呀，好像不识好歹，要把我们感化一样，我们才当正常人。一方面骂我们中共同路人，一方面又说要那个跟我们开会，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假惺惺啦。所以倒不如说，这次双方回归正常，那蓝绿对决完之后，投票8月初之后，我觉得会比较正常了。来宇，对啊，明显讲的哈，我刚刚爱火认子嘞。如果执政党霸凌在野党9年，这一次怎么会有这样罢免？这怎么会有大罢免？阿东民进党的罢免国民党，事实上这一次大罢免的行为。现在蓝白国会过半嘛，那这一些立委从上任后就搞国会扩权，然后就去搞3种预算，然后去搞违宪的这个财划法啦，类似选罢法这样的一个修法，然后引起人民的愤怒。那中间又有立法院每一个立委都有他荒腔走板，然后都有他非常霸道的一些言论。
才会让这些公民团体风起云涌。所以这个跟这个民进党现在跟国民党这之间的一些意识攻防息息相关。那并没有说谁罢免谁，事实上现在在国会上很明显蓝白就是占着绝对的优势。你看黄国昌每一次的发言还是一样都干嘛拢讲啊呢做霸气的啊呢傅昆萁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啦整个大罢免进行到了现在，那当然明显讲的有一项是对的，就是说大家谁犯错比较多，都会影响到接下来大罢免的一个成败。所以民进党现在也是大家也都是。基本上也是大家谨言慎行因为你这时候你一个犯错，你一些言论讲的太 over 啊，或是言论讲错了，基本上都会马上对大罢免会变成一些扣分。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大家都赶快。那刚刚我还是回到在刚武哥有问我说，到底国民党为什么要延会到7月31号？我刚刚听完杨明讲的分析之后，我大概也理解为什么要延会到7月31号了。因为你要想我们正常的会期就是5月底结束，然后下一个会期就是9月1号。对啊。所以如果很多蓝委被罢免掉了他会人间蒸发，我们以后在立法院就看不到了。所以如果延到7月31号，至少还有一个欢送会嘛，谨言慎行啊！至少我们看得到他离开那一天，还有这个欢送会。前后颠倒，当天我这个是很认真去思考，才想到说应该是这个原因。正面解读，让他们做好。否则我们9月1号，然后在立法院，哇，谁不见了徐小新没有了，我谨言慎行啊，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敲啊。OK， 但我好对蓝营来讲的话，虽然面临到30号，看明天会不会变31比几嘛。可是毕竟他们来讲的话，第一个好讲组织战，第二个白银黄超已经直接讲了，白银绝对不会缺席。对。然后你看蓝军还有人哭倒在怀里啦，这些，这也就表示白银会全力支援。第三个，毕竟地方执政的县市，尤其在6都里面，4都是。而且这次重灾区都在都会区，对，毕竟4都的首长是国民党，蒋万安一定要争取连任，对，卢秀燕市长是不是要争取大位？所以对他们来说，势必像赵少康已经讲了，如果在选战的前大概1周2周，包括卢秀燕、韩国瑜、蒋万安一套连线，然后包括所有这些下去，全力去拦阻像这个所谓的罢免潮，对他们来说，不见得会造成重伤啊。这全力拦阻罢免潮也要看手中有什么样的牌，像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保证3刀让国人有感的统3 3%，黄国昌刚刚已经提出他们的新的主决议了，就是要求行政院但主决议没什么意思啦，就表态而已。但他就是做一个表态，就是说要求行政院把地方政府的钱一定要赶快拨下去。为什么？这个真的有感这真的有感。那当然你可以就是说，是民进党不发下去造成有感，那民进党会不会受伤？那民进党双手一摊，黄国昌3的，他民进党只要不断出示这一张图，这位仁兄他就有负能量了。如果有公务员领不到薪水，他会认为说是因为民进党没有把钱拿下来吗？民进党都说很抱歉，因为我这个93、900一定其中有600多亿嘛，我要去找嘛，很抱歉，我都从大家一起分摊中央承担一点，地方承担一点，不就这样吗？其实这就是黄国昌的问题之所在。他在删这个统3 3%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延伸的效果是这样，但是他又需要一个政治上的表达贡献，所以他说我统3 3%，我就在总预算上留下不朽的功业。但是不管怎么讲，每一次看民众党的支持度都还有18%，对，就是会有18%。我有10%，在现在一个罢免差个1%、2%都会要人命的时候，对，这是百万雄兵啊！所以这就是他现在有情勒国民党的机会嘛。这就是情绪勒索。地方承担一点，不就这样吗？其实这就是黄国昌的问题之所在。他在删这个统3 3%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延伸的效果是这样，但是他又需要一个政治上的表达贡献，所以他说我统3 3%，我就在
总预算上留下不朽的功业。但是不管怎么讲，每一次看民众党的支持度都还有18%，对，就是会有18%。我有10%，在现在一个罢免差个1%、2%都会要人命的时候，对，这是百万雄兵啊！所以这就是他现在有情勒国民党的机会嘛。哦，这就是情绪勒索，你能不让我去吗？他去台中518那个是民众党的场子，台中三帅要不要去？一定要去啊！要不要抱抱？要抱抱啊！一定要握手。每个人还要讲说呢，如果不是当初柯文哲。对，就这3位就不会当选。那另外3位呢？我不管你什么柯不柯文哲，我另外3位我靠自己就好了。这就是社会的现实。然而，你现在这3位去搭到黄国昌，到底是好还是坏？这真的是大灾问。同样，我们去问这4个执政县市，国民党执政县市所说，理论上由他担任主帅去救嘛。这个是最现实，因为几乎全面4个执政县市几乎是全面被罢的情境，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好，你要去指挥市议员，那当然不是要靠黄国昌，那当然是要靠你市长去，市议员出来救。当然，像民协是很自动嘛，那布条都告了嘛。那有没有人不自动？他也是为了要避嫌，对，他也希望生还哦，就是在这个浪潮之下，那个要钱呢，对。他还说他已经贴好几个月，我要强调，不是现在来贴。没关系啊，这也顺便帮他明年议员铺路，对吗？对，明年到连任也是要挂的。对啊，早挂早健康啊，哈，就是身心都健康，就是可以提前避。但是重点是，蒋万安要不要出来指导整个台北市大罢免？比如说，大家该做什么样的动作，该怎么发言？好，黄国昌要不要上我们的台？台北没有蓝白合啊，新北可能会有蓝白合，但是黄国昌你台北市要上我台，也许。徐巧芯会觉得啊，我跟黄国昌那么好嘛，他来站一下。但对蒋万安来说，他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嘛。黄国昌今天站这个台，明天站那个台，后天再站什么台啊？2026他跑来选台北市怎么办？这个就逻辑问题嘛。到时候这些立委如果还在，要不要还这个？他黄国昌可以指责，徐巧芯赢了1%，是谁？一定是我嘛。所以会不会到时候又变成到台中？变的是那3个成功幸存的3帅，赶快跟黄国昌报告，要支持民众党候选人，会不会有这个状况？我觉得在国民党最麻烦。来，小玉，1分钟，你自己如果评估黄国昌、白银在这整个罢免里面对蓝营能够帮助的效应有多大？另外，如果照范老师他们那个国家安全研究会的那个民调看，台中的那个3帅，真的这么危险吗？那对于卢秀燕市长来讲的话，一定会倾全力去帮啊。卢秀燕一定要救的啊，因为只要掉1席的话，可能都会算到他，而且会伤他的党主席，甚至2028之路，这个不意外啦哈。但是我也如果说以整个大环境，我们现在在观看的话，确实那3个人是蛮危险，尤其是罗廷伟啦，我觉得他的危险性蛮高的。那至于说黄国昌的部分，我还是觉得说，我个人我们的这个跑政治的观察，我觉得他的仇恨值蛮高的，我会觉得说能避则避，我觉得他并没有对这些人有加分啊。OK， 来，明贤，最后30秒，白银对你们的帮助，或是会不会像？刚周老师讲的，其实那个矛盾值胜或以后2026之间，大家之间的汗流会非常大。对，在野党来讲，就眼前最大的危机就是大罢免啊。现在我就票等值啦，票没有分蓝或白啦。当民众党愿意帮你的时候，譬如说这次的联署罢双5的部分，他没有送联署书啊。你说人家送联署书，你说不要，这些不要，这些是白银的，我不要。或票人家要投你的时候，你说不要。所以眼前一定是蓝白合作，紧密合作了。现在没有选择说哇，你高我不敢动就是都结盟在一起了啊。为这个对在野党的立委，现在跑选区的叫自救，那对民众党对我们来讲叫他救了，所以。这2个选项是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度过这次大罢免。至于说明年的事情，明年再说吧。OK， 来，最后30秒，有什么对大罢免有什么呼吁吗？我想整个大罢免接下来第3阶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进行第3阶的话，可能这些除了公民运动外，我认为民进党我们不管是我们民意代表或者是我们的党公职，应该大家都要协助，然后去帮忙去把这个3阶，然后好好宣传，然后因为大罢免时间点又会不一样，会分开，所以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那大家也是要分进合集，好好努力。OK， 明天当基隆选区先排以后，到底是30还是31？那接下来呢？对蓝营来讲的话，要在双5这个地方，未来还会琢磨怎么样？那最后数字到底会怎么样？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国内整体的氛围如果慢慢再升高以后，罢免3阶的过程当中，你会闻到什么样的烟硝味呢？我们大家到时候走着看。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